你在秀给谁啊？当然是秀给你跟陈平少爷的孩子啊。我们都还没结婚，哪来的孩子啊？你看，这虎头鞋的鞋底要做2层，绣36针，寓意好事成双，顺利吉祥。是比较费工，所以我就趁早开始做，也可以有个助运求子的好意头。你们很快就有好消息了。啊，让我看一下，会痛吗？还痛吗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你看，可爱吗？我知道我这样要求很自私，我也非常讨厌自己。可是，我说过，我愿意为了你做任何事，只要你幸福、快乐，你要我死我都甘愿。如果我答应你，真的能解决你的问题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不能失去郑平，我不想失去这段婚姻。会没事的，有我。阿兰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昨天晚上我们旭雅。昨晚我们喝醉了，安兰帮忙把你扶回房，你突然抱着她，强带她进来。我当时喝得很醉，没办法阻止。对不起，阿兰，我把你当成秀雅了。我竟然跟这小姐嫁进了林家，也早就把自己交给了她。只要小姐不介意，我就没关系。
去啊，可以跟你谈一谈吗？我先去跟他谈。昨晚的事是你促成的吧？我小产后，你天天晚归，身上时常有烟酒味，或是那些不正经女人用的廉价香水。你还要我为这段婚姻着想，与其等你有其他女人，不如先帮你安排合适的二房。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你不喜欢安澜吗？也没什么喜不喜欢。只是你一向来不是很讨厌什么大房二房的，你一直以来不是想要一夫一妻的吗？为什么你现在……我一个人坚决有什么用？你问我为什么不先问你？那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觉得这是你开口要求的。我想让自己觉得是我自己决定我丈夫身边的女人是谁，而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，等丈夫把另一个女人带回家，才被逼住在一起。对不起，这段时间让你难受了。但我不是我爸，我也答应过你，这一辈子你是我唯一的太太。可是既然女儿安澜跟了我，我也会负责到底。这就是你想要的。我想要的，一直就只有你。你的脑子到底在想什么？竟然跟那些工人串通起来啊，想威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啊！我不是和他们串通，我只是想找出一个能够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法。如果答应那些要求，能够让那些师傅更努力的赶工，不是很好吗？胡说八道！你摆明在跟我作对。爸，我们公司不能一直打压工人吧？这样下去，谁还会愿意真心帮我们做事啊？真心啊？那些工人不是为了赚钱才来跟我打工的吗？啊，不想做就走啊！现在时局这么坏，我没有积欠他们的工资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还跟我讲什么权利？等他们自己当了老板才跟我讲权利啊！你能不能不只想这钱啊？以前我们家矿场那场矿难，不就是你为了省钱没做好安全措施才造成的吗？那次死了多少人啊？丫才会受牵连，丫也伤心了那么多年。爸，你也失去了一个儿子啊！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苛待工人才会造成的。你闭嘴！我请那些工人不是没给钱的，安全什么的不是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负责吗？出了事就来怪我，你最好给我安分点，以后在公司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必须经过我的同意。秀雅，秀雅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我看到秋姐买回来，
就立刻拿来给你。谢谢安兰。秀雅，你不需要对我那么客气的。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后你是没有什么不一一样。我还是以前的安兰，你也永远是我的小姐。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当时歌舞厅的老板说，莉莉的确在认识你之前就已经提出要走，据说是为了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甚至把所有的身家都掏出来给红燕子，当作是脱离组织的代价。没想到那人突然闹失踪，莉莉人财两空，只好继续在歌厅上班。那是他认识我多久以前的事？大概半个月左右。对不起啊，让各位长辈久等了。我是想，既然安兰已经跟了正平，不如让他和我们一起吃饭。希望不会坏了什么规矩。哎，这当然没问题了啊！这也算是喜事一桩嘛！啊，来，快坐吧。是啊，反正家里已经很久没有什么开心的事了。正平啊，你能娶到秀雅是你的福分，你看，他都为你着想。是啊，来，快开动吧。吃啊吃啊。这些粗活你现在已经不用做了。之前我就是觉得，怎么会有人自愿陪着小姐嫁人？原来是都想好了，趁着自己家小姐小产，就爬上她丈夫的床。你平时也太会装了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少爷，对不起，是我多嘴了，对不起。你应该道歉的人是安兰，不是我。安兰，对不起，是我说错话了。下次再乱说话，马上给我滚蛋，听到没有？听到。你刚才怎么不说话？就让阿梅这样说你？让他说也不会怎样，如果跟他吵，反而没完没了。你以后也算是我的人了，在家里就不需要这么委屈。正平少爷，其实你不用在意我，一切都跟以前一样，只要你对小姐好，我也就心安。你不能什么事都老是替秀雅着想，有些时候你也要懂得照顾自己。老爷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！你相信我。还说你没骗我，这还不是你骗我吗？啊！老爷，金怡，金怡，你开门！什么事啊？爸，我刚才听到金颖的声音，她是不是出事了？有我在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再说我们长辈的事情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晚辈来过问啊？哎，爸，对不起啊，秀雅不是故意的。走。
我再问你一次啊，振龙到底是谁的种？老爷，振龙当然是你的儿子，我不是说过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谁知道啊？你是不是和那个小白脸有了，才赖上我？快说，那个小白脸到底在哪里？你不说是吗？你不要等我查出来以后，你才知道我的厉害。老爷，我没有骗你啊！当初他抛弃我，我恨他还来不及，他已经不见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难道感受不到吗？振龙真的是你的儿子啊，老爷！你看，你不是说振龙长得很像你吗？啊，他这么年轻就走了，无依无靠，你现在就不想认他了吗？你看啊，振龙，我的宝贝，振龙，振龙。冷静一点。你干嘛把我拉走？你没有看到青衣受伤了吗？是被爸打的吧？这样下去一定会出事的。那是爸跟青衣之间的事，轮不到我们晚辈插手。难道因为爸是一家之主，他就有权利为所欲为吗？现在不是以前了。你不要这么天真了，好不好？不是一套法律就能改变一切的。这个家、这个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运作的。家里唯一能劝架的只有娘，她都没出声，我们更没立场说什么了。娘一定是还不知道，我现在就去告诉他。哎，你冷静下来好不好？你以为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么大的动静，娘难道真的没听到吗？青衣从来没给过我妈什么好脸色看，现在她怎么可能站出来帮她说话？那你呢？之前不是非常关心青怡吗？现在就不管了吗？关心也要有分寸的。更何况，爸现在因为工厂的事对我正在气头上，我现在跑去劝架，不是让他更生气吗？少奶奶，青怡她还好吗？我看她好几天没有出来了。二夫人这几天只是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待在房里休息。她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谢谢少奶奶的关心。那我可以进去看她吗？不好意思，少奶奶，二夫人需要多休息，暂时不想见人。我会把你的心意转告给二夫人的。小姐，我看这件事你还是别管了。我知道你还在担心二夫人，有阿妹照顾，她会没事的。我知道，郑平已经告诉我不要插手他们的事了。最近妇女协会还会忙吗？需不需要帮忙？座谈会已经办完了，目前没有其他的事。那你要不要？我很累，想回房休息。其实你没必要一直跟着我，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。到底什么事啊？我们真的不应该这样子见面了。这一次真的是有急事啊！我不知道你爸为什么突然间怀疑振龙的身世，还找人家来调查我。虽然我翻得严，但却被他查出我曾经跟一个年轻男子在一起。你放心，他没查出那个人就是你。爸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打你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说出我们以前的事。谢谢你。
你不必谢我，我不是为了你，只是我要你保证，不要跟你爸漏了口风。所以，振龙他真的是我爸的儿子吗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那是我去英国之前的事了。我哥走了之后，我的确放纵了一阵子，不想碰家里的事。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丽丽。她那时在一家歌舞厅唱歌。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告诉我这件事？对我来说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而且我们早就断了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会胡思乱想。是吗？还是你还想跟他藕断丝连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个时候，当我知道他有黑帮背景的时候，我就决定不再跟他来往了。黑帮背景？他以前是红燕子的人。你若是要他放弃狩猎的本能，不用一点手段是不行的。如果需要帮忙，我认识一些人。你大概也听说过那帮人有多可怕。那个时候，我怕继续跟他来往会惹上麻烦，所以就找借口考察业务去了英国。来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会跟他们脱离关系。可是我听说，要跟帮派脱离关系没那么简单，可能会被追杀的。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一定要试一试的。你别担心了，他们只不过要钱而已，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等这件事情解决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在一起了。没想到后来我爸告诉我，他要娶的二太太竟然是丽丽。等我回国的时候，她已经嫁进我们家了。娘，爸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瘦了？回来就好啊！我们父子今晚可以喝一杯了。必须的。宝贝，你看，哎，这边正平哥哥终于回来了。那你现在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其实我对他一直以来都是玩玩而已，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找借口出国躲他。现在他也变成了我二妈，更不可能对他有任何感觉。秀雅，我承认我是爱玩，可是那些都是逢场作戏。对我来说，感情这种事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相信我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以后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好吗？秀雅，哎，你们都在这啊？呀，哎，这么巧啊！我刚好啊要叫秋姐啊去帮你买一些新的床单跟枕头，还有一些新衣服给你。你还缺什么吗？谢谢大夫人，我不缺什么，就不要麻烦秋姐特地跑一趟了。不麻烦，怎么说啊？这毕竟是你跟正平的喜事，该买的还是要买啊。秀雅，你说我们还缺少些什么？暗蓝的房间没什么颜色，换个新的窗帘会比较柔和。
也请亚帮安兰准备一个新的床头灯。你真的好心思，我这次啊真的问对人了。秀雅，郑明少爷，快进来吧。稍微点缀一下，的确明亮多了。另外，郑平，郑平特地选了这组项链，看你喜欢吗？不用了，我跟郑明少爷不是什么新婚，不用特别送我礼物。这是该有的礼数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虽然你不是正妻，可是你跟了郑平是事实。现在郑平也是你的丈夫了，送你礼物也是应该的。是啊，听旭雅的吧。来，帮你戴上。好漂亮啊！郑平的眼光真好。郑如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哦，二夫人，这是要送人的。我刚刚发现忘记带地址，赶紧跑回来拿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是要送给谁的呢？这是夫人她决定了给珠宝协会会长夫人，祝贺她生日。我得赶紧去了，里面东西娇贵得很。你现在应该理解我当时的痛了。小姐，安兰，你觉得我最近是不是憔悴多了？只是看起来有点累，但还是很美。总觉得自己嫁人不到几个月，可是好像却老了好几年，很多事也都变了。但我看你，还是像我们刚见面时一样，一点都没变老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6岁，你7岁，要是还没变，还得了？我不会变，我还是那个总是跟着你的安兰。你也一直都是我最在乎的小姐。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，我也不会天真的奢望你一辈子陪我。现在郑平也是你的丈夫了，以后你就不用羡慕的看着我们了。秀雅，郑平少爷永远都是你的丈夫。我知道你对婚姻的想法，我绝对不会想要破坏你要的婚姻关系。我很庆幸，
郑平的另一个女人是你，安兰。老爷，这是我早上买了刚杀的老母鸡，炖了一整个下午才熬出这碗汤的。你趁热喝了吧。你是不是不生我的气了？怎么？你身体还痛不痛啊？我身体不痛了，只是一想到你怀疑我和郑龙又走得那么冤枉，我的心更痛。我知道，这些时间你也不好过啊，我也不想郑荣入土难安，这件事我就不会再追究了。那时候我一时情绪上来才会那么生气。不过我这样啊，也是因为太在乎你了嘛。你不会再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老爷啊，这碗汤呢，是我特地加了很多滋补的药材熬出来的，你一定要喝啊！哦，那我就该多喝一点了啊。让我来喂你吧。好，小心烫。秋姐，大家都去哪儿了？连安兰都没来找我。少奶奶，安兰她有了。早上我发现她晕倒在房里，便赶紧找了医生过来。医生就说她怀孕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是啊，夫人和少爷现在都在安兰房里。少奶奶，你也赶紧过去看看吧。静怡，这么快就有了，看到他们一家子和乐融融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好事啊。安兰怀孕是喜事，大家为她开心是应该的。但是你不应该这么开心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前阵子刚没了孩子，你现在为了留住像郑平这么风流的丈夫，还亲自把安兰送到他的身边。一转眼，他有喜了，你真的开心吗？林家诅咒未解，也不知道他们能开心多久。老爷，现在安兰已经有了身孕，万一是个男胎，应了诅咒，怎么办？你不相信真人吗？
一切有他在，不用担心。如果再发生秀雅那件事情，你是不是想利用我们的儿孙来解咒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总之这件事都交由真人去处理了，他自然会为我们想出最好的办法。小姐，趁热喝些燕窝吧。怎么突然煮燕窝？是大夫人让秋姐煮的。丫特地做给你的，你就应该多喝。燕窝对孕妇好。我已经喝过了，这碗是特地留给你的。那我就不客气，沾你的光了。坐啊，干嘛老站着？秀雅，我虽然怀孕了，但我是为了你而怀的，这孩子是你的。你不要说傻话了。我是认真的，他是你的孩子，以后会叫你妈妈，也会听你的话。这孩子是因为你才存在的。干嘛？看到我就想跑，怕我吃了你啊？不是，我休息过了，要回去工作了。你有这样勤奋吗？我们其实都发现了，最近你被讨给盯上了，做什么都要先问过厂长。之前是我们误会你了，你其实想帮忙的，只是被发现了，对吗？没关系，反正现在工厂的事都由老刘做决定，反而更轻松。那你们呢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还能怎样？大家都要养家活口，现在外面工作难找啊，再苦也要忍气吞声，做下去啊。不过还能拼多几年？厂里好几个师傅年纪都大了，常年过度用眼，眼睛就快坏了。公司不可能给他们钱去看病的，只有拖着，不知道还能拖多久啊！以前我们家矿场那场矿难，不就是你为了省钱没做好安全措施才造成的吗？那次死了多少人？我请那些工人不是没给钱，安全什么的不是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负责吗？出了事就来怪我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看在你们也相信我的份上，我一定会找出方法帮你们争取的。吵醒你了？你去哪儿？我刚才睡不着，所以就去看了一下安澜。大概是因为你以前意外的事，让我有了阴影。我老是担心安澜会出事。那好吧，早点睡。对不起啊，吵醒你了。再来睡吧。人和真人，您来了。正平的二房啊，有喜了。您算得出这胎儿是男的还是女的吗？
时机未到。那等到什么时候？之前我费了太多神力，在帮你们找寻解咒之法，现在得闭关修炼。切记，一切等我出关之后再说，以免影响天机。这是接下来的平安符，这2个月我们不必再见。啊，也好，那就等您出关了再说吧。啊，我走了。你也听到了，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动作，我们得尽快找机会进行下一步。这些家务让秋姐和阿美做就行了。你怀孕，不应该做粗活的。我根本没什么感觉，况且我一整天不动，就觉得全身怪怪的。你就让我活动活动。好啊，阻止不了你。安南，这双虎头鞋，先给你的孩子吧。你花了那么多心思和时间绣的，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用得上。你有了孩子，不是刚好吗？秀雅，这虎头鞋也有求子的好意头，我是给你绣的，你留着吧。你也知道我刺绣有多差，不能绣多一双给你，你就拿去吧。秀雅，这是拿去吧。秀雅，你留住好不好？安兰有了身孕，就别再让她洗衣服了。不是的，少爷，是我自己想要活动筋骨。刚刚小姐有叫我不要做，是我拜托她让我继续的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么冷血、那么自私的人吗？安兰有了身孕，我还指使她做事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随口说说少爷罢了。，你这次真的误会小姐了，应该向她道歉。可是我都说不要再说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们出去。走啊！